随着2025年的到来，中共党魁习近平此前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一个笑话。中国政府曾经大力投入的新能源汽车屡屡传出安全的问题。2025年2月10号，由中共打造的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一口气发布了21款智驾版车型，而且还发布了所谓的智能驾驶系统“天神之眼”，还官宣呢天神之眼要覆盖比亚迪全系列车型。虽然呢，比亚迪智能驾驶系统天神之眼自诩是经过3次升级，并且发出了豪言，堪比华为，不输特斯拉，让全民智驾不再是梦。从抖音搜索比亚迪智驾可以看到，我被称作天神之眼，经历3次升级，我已经堪比华为的乾坤智驾，更是不输特斯拉的 FSD。我的出现让全民智驾不再是梦。但是呢，现实却是很打脸。2025年2月15号，比亚迪女主播实地向观众展示比亚迪海洋的自动泊车功能时，却现场出包。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比亚迪车疑似碰撞到其他的车辆。据悉，比亚迪汽车搭载的正是天神之眼的智驾系统。咱们在车里取放东西的，他这会儿还在给咱们等待的时间。哦，要锁车啊，要锁车。好，我现在把车锁了，他开始自己停车了。哎呀，我有点，你看这里有一个新的车辆在这儿，你看他会怎么？万一碰了咋办？碰了正好给你们避雷了。等一下停车。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对面的车慌忙刹车，并且鸣笛。对此呢，网友表示，这种功能翻车一次就不敢再用了。还好，只是撞到车，要是碰到人可咋办？所以可靠性真的很重要。也有人说呢，还好是泊车，出不了啥大事。如果是高速上用比亚迪的智障驾驶，那么就是想跑步进入火葬场了。2025年2月16号，工作人员在高速公路上直播测试比亚迪秦 LDM 2025款智驾功能时，智驾不断犯错，出现一次违规跨实线变道。此外，智驾系统还出现2次高风险安全接管的情况。一次是车辆在经过一个高架桥的下方时，比亚迪在没有打转向灯的情况下，突然从左2道跑到左1道，并继续冲向桥墩，司机紧急接管才避免车祸。现在过桥下，哎呦他在这个左2车道在桥下突然跑到了这个左1车道，而且再不接管就奔着墙去了嘛，然后就第一时间进行了接管。刚刚他那个并线是没有打灯的，也没有任何提示。第2次状况是，比亚迪车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在高速公路上方向盘出现画龙，司机急忙接管。哎，现在他这个方向盘出现了一个画龙，哎，什么情况？啊！请控制方向。他刚刚突然跑到了这个左3车道，没有接管，对吧？哦，但是我控制方向了。控制了一下方向，因为他提示请控制方向，突然从左2并到了这个左3车道。这是另一段角度拍摄的视频，是虚线吧？它不是有没有人能够帮我来证言一下，是不是全程实线？哎，现在它这个方向盘出现了一个画龙，哎，什么情况？啊！请控制方向。他刚刚突然跑到了这个左3车道。这里说明一下，视频中出现的画龙现象，是指车辆在行驶中无法保持稳定直线行驶，而是左右摇晃或者蛇形走位。有网友表示，太恐怖了，也有人说，刚上线的智驾，在负责任的国家应该不会这样上线，让我想到了疫情一夜放开的时候，还有网友感慨，我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也只敢在路上车少的时候开，只要发现前后有乱窜的车，我立马踩刹车接管。这些人在拿自己的生命做直播，而这并不是比亚迪智驾首次当众出丑。2024年7月，网上流传一则视频，显示比亚迪旗下品牌腾势的销售人员在客户试驾车辆时，要求客户松手，结果眼睁睁撞上前面的汽车。我不用踩刹车，转了方向了。OK， 现在已经开启了。上班冲。对，前面有的他会停。等先接管。你不要撞到这个白车。哦，
哦，不会，你别动。我不动啊，不动，还不动啊？不动，装上了。上车。你不是说不用踩刹车吗？销售人员则尴尬解释说：“我以为他自己会刹车。”网友纷纷表示，本意是秀一把，莫想到翻车了，这下好了，哪个顾客看到敢买？哪怕是预定了，也连夜退款吧。太过于相信自己的系统了，莫想到直接打脸。作为比亚迪的车主，他们的真心话则更是让人听着冒汗。2025年2月15日，有来自黑龙江的比亚迪车主发视频，提醒不要买这个品牌的车。衷心的给要买比亚迪的小伙伴们一句忠告：别买了，比亚迪现在已经修不过来了。其实倒不是什么降价呀、背刺啊，这些都无所谓。我买车还不到40天呢，新款支架出来了，这个我都没在乎过，无所谓，因为我们买的就是个消耗品。我之前开的是丰田，12年20万公里，我没去过一次修配厂，除了保养。这个开了40天，这个开到第3天的时候，倒车镜回不去了。现在这个起着火以后冒黑烟考虑到冬天，无所谓了，打着火以后冒黑烟，呜的黑烟也无所谓了。现在除了这块这个后雨刷，除了这块不喷水，现在到处是喷水到处都是玻璃水全是玻璃水。哎呦我的天哪！车主还在视频中展示了他到比亚迪售后维修处，看到很多车主都来维修比亚迪车。看到没有？这是今天在这排号的车我现在前面大概还有20多辆到30辆，然后这里边全是这个并不是他们不工作老鼻子车了，全都是各种问题。哇，比亚迪你现在是修不好了，我看全是修车的，都是在排号。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名车主还写下了自己的感想。车主写道：修车都排不上号，买车到现在不到40天，各种小问题，来一次排1天队。本来是给我爱人买个大众 ID.4的，爱国之心的觉醒，反正咱现在有条件了，支持下国产。现在看我离破产不远了。看来这是一名粉红支持国产被打脸后的觉醒。有人对车主进行灵魂发问，把开了12年丰田省下来的维修费全部搭进这垃圾车里也不够。不明白，你既然12年里是零维修的良好体验，为何不更新成丰田的电动车？也有人呼吁，千万要记住，但凡中共极力推荐的东西，所有人都以100万个心去拒绝。虽然比亚迪是中共官方大力扶植的所谓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但比亚迪屡屡发生起火自燃事件，也引起公众对其安全性的严重质疑。有人甚至把比亚迪叫做自燃王。据统计，仅在2022年就发生了36起比亚迪电动车起火或爆炸的安全性事件。为此，比亚迪方面显然也是坐不住了。据 IT 之家报道，比亚迪汽车公司决定从2024年9月30日开始召回接近10万台汽车，主要原因是比亚迪汽车的电容器产生微裂纹，进而引发短路，造成电容器过热烧蚀，甚至是出现起火，因而存在安全风险。这辆生产于2023年12月的比亚迪汽车，质量也让人堪忧。华丽的外表扒了以后都是不忍直视毕竟咱们也看不到。这个门上面的防撞钢梁给兄弟们看一看，这个厚度，这个体积，是不是惊呆了兄弟们？给兄弟们测一测看到没？我都怕割着手下侧的给兄弟们再展示一下，这个宽度、厚度稍微要大一点。再来给兄弟们测一测，兄弟们拭目以待。看到没？我都不敢用力我用力我也害怕给它掰坏了，咱们也赔不起说来也是奇怪买了20多天的苹果，竟然没坏，还是光亮如新。
兄弟们忽略过程，咱只是测试这个苹果的真假，兄弟们拭目以待啊！哟吼，看到没？苹果是真的啊！哎，在中国，不光是比亚迪汽车经常故障，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国产新能源汽车身上。我是蔚来车主啊，这是我的蔚来汽车，这是第4次漏水了啊，2年的车第4次漏水了。之前第1次是提车的第7天就漏水，这种漏法你觉得正常吗？就水连山一样，你看。这是第4次了啊，每一次漏的地方都不一样，永远都修不好。兄弟们，搞不搞笑？8年左右的日系车，生龙活虎，你像年轻人一样。但是8年左右的国产品牌汽车，老态龙钟。哎呀，那个底盘让它锈的呀，你看都成了什么样子了？我的个乖乖，这才8年左右的国产车哎！有中共军工背景的华为公司被指北京当局的重点保护的党产。虽然华为和党走得近，但与华为合作的问界电动车却是问题多多。2024年5月17日，在湖北高速公路上，一辆载有多个问界汽车的运输专用车停在应急车道。只见大火从运输车的后部烧起，有4辆电动车都被烧住了。我靠，这什么情况？我天！所以说，赶紧开过去。快跑！快跑！快跑！哎呦！有消息说，运输车上运载的是华为问界 M9 和问界 M5。虽然问界的生产厂家赛力斯汽车和该运输车所属的安吉汽车物流有限公司都发布事故说明，声称事发原因是卡车刹车系统抱死引起卡车后轮起火，而非问界电动车的问题。但民众显然对此并不信服。有人直言，问界问的是不是冥界？笑死！运输过程中也可以起火，任正非做自家产的车部，他们全家都不用自己的手机。2024年5月，有车主发视频表示，自己刚提车5个月的华为问界 M7 自动泊车直接变成了自动撞车，车主在使用自动泊车系统泊车时，直接撞上了旁边的大货车。在泊车时，前面有货车，问界 M7 也没有报警提示，等到撞车后才发出报警声。开始泊车，请注意周边环境安全。泊车已退出。车主说，问界客服回复说，在附近靠近货车时不能用自动泊车系统，原因是泊车辅助感测器无法识别特殊障碍物。所以这次属于操作者全责。车主不禁抱怨，这么大的货车都识别不了，那怎么去识别人呢？并说对问界 M7 失望透顶，还提醒其他车主不要使用问界 M7 的垃圾泊车系统。结果不出意料，车主的视频在抖音发出后，发视频的账号被迅速封杀，视频也遭到删除。而这并不是华为问界首次对客户捂嘴。2025年2月10日，湖南省长沙市消防队在抖音账号长沙消防上发布在高速公路上救火的视频。虽然长沙消防在视频中并没提到起火的新能源车是哪个品牌，但很快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是华为问界 M9， 随后在网上广而告之，引来众多网友围观。谁知，即使这次是长沙官方出面坐实问界汽车起火，同样没逃脱视频被删除的命运。2月12日，长沙消防连发3个视频庆祝元宵节，但每个视频中都有多个网友留言，追问问界 M9 起火的视频为何会被删，并嘲讽华为连官方视频都能删，真是遥遥领先。网友表示，能给消防的视频 OTA 掉，果然是遥遥领先。问界这么牛了，连官方账号都能下了。看来，华为问界新能源汽车屡屡出事故，却有特权删掉长沙消防官方发布的视频，这背后的黑手的却让人浮想联翩。只不过这次是对官方发威，让很多因华为问界汽车出故障而维权无门的民众们也着实乐了一把。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您订阅、点赞，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